整個文明將在今晚徹底的消亡，永不復返。用核彈嗎？是吹牛逼呢，還是認真呢？如果川普用核彈，各方該如何反應？他說政權更迭，軍政高層都被消滅了嘛，意思在恐嚇伊朗憲政趕快投降。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是什麼呢？這個是川普發的一則最新的，在他的這個社群上面講的。A world civilization will die tonight, never to be brought back again。整個文明啊，將在今晚徹底的消亡啊，永不復返啊！我不願看到這樣的悲劇發生，但它或許難以避免。它在暗示誰？這是暗示伊朗這個文明，大家知道已經在地球上存在了數千年。上次呢，我特別講到伊朗啊，每次都是這個話題。很多人認為說啊，要把一個文明徹底的消亡，你要徹底的消滅。伊朗有9200萬人口嘛，將近這個1億的人口裡面，你要怎麼樣來把它徹底滅亡嗎？你要用核武器把它給徹底的消滅嗎？所以要用核了嗎？是吹牛逼呢，還是認真呢？這個是我想大家最想知道的一個部分。更加睿智、更加理性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或許會發生一些革命性的奇蹟，誰能預料呢？他說啊，會政權更迭。他說，一個原本的領導階層，包括老哈梅內伊等這個軍政高層都被消滅了嘛。那現在來了這個小哈梅內伊呢？但也許吧，有機會吧，也許他們更聰明、更理性呢，有奇蹟會發生呢。意思在恐嚇啦，恐嚇現在伊朗現政權趕快投降。今晚我們將見證一切，這將是世界漫長複雜歷史中的重要一刻。長達47年的勒索、腐敗和死亡終將終結啊！什麼意思？他意思指的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所建立的教士政權啊！願上帝保佑偉大的伊朗人民。但是你要人家文明徹底的消亡啊！所以到底要幹嘛？用核彈嗎？還記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一個事情，川普如果打不贏，可能搞不好用核彈。如果川普用核彈，東大跟北大該將如何？中方該如何反應？俄方該如何反應？我認為這一句話出來，他丟了還是有一段距離。可是你很難說他沒有把心思動到核武器身上，是吧？他真的沒有把這個心思動到這身上了嗎？面對這一切啊，伊朗怎麼去回擊？对，有99够看，等下还找一下99。这個什麼？這個是那個小摩托，他對小摩托現在都配這個什麼？配這個火箭噴射，所以起飛速度很快。这也打太多台了，我的天哪！還以為是卡頓呢，這是一直放新的，它一個架子可以放好幾台。哇，哇，這一波很猛哦，這一波超猛的哦，98這一波很猛哦，這也打太猛了吧？哦，這又另外一顆，這白天丟的。從白天到黑到白天，這另外一個，從晚上打到早上。他旁邊都要馬賽克，是因為怕被以色列鎖定。哇，同時2顆啊！哇，這顆。雙追子彈，連續發射。哦，这個應該是1噸重，剛才那2個是2噸重。最近伊朗丟這個大寶貝的這個強度又增加了。他之前是2天1天打2輪，現在通常1天打1輪，但是打的彈量更多。而且他打的話呢，他不是單一目標啊，他是多目標、多目標同時這個齊射啊，同時齊射。哦，你看旁邊還有另外一顆 ，OK。
他協同真主黨跟胡塞武裝同步的進行這樣子深度的一個打擊。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因為現在呢，這個整個以色列的空防已經被癱瘓了，那還有美軍基地的空防基本上已經沒有多少攔截彈可以打了，所以呢，以打以色列來說，現在火箭彈特別有效。現在美國會打的地方其實就兩個，一個是霍姆茲海峽霍姆茲海峽這一掛裡面只有一個島屬於阿聯酋，其他島基本上都是屬於伊朗。其實美國要佔這些島並不難但問題佔這些島並沒有辦法確保這個霍姆茲海峽的暢通，因為大家也知道霍姆茲海峽就如同它的深水區一樣它是一個完全實現這個直角90度轉向的一個狀況，這裡的航道呢只有3公里，就來回各3公里，再加上中間3公里，也就是9公里寬這樣的一個狀況。那你要呢能夠通過，那是非常困難。那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美國想要扼控這個霍姆茲海峽是一個，第二個美國的籌碼控制哈爾克島。今天美軍呢轟炸了哈爾克島的雷達站，另外呢轟炸了哈爾克島的碼頭區。目前來說還沒有轟炸哈爾克島它上面這些儲油設施您看到這裡面很多大量儲油設施，因為整個伊朗的油田還有包含它的天然氣田南帕斯天然氣田，基本上就分布在整個波安的沿岸。那但是哈爾克島有一個特色第一個哈爾克島上面呢有大量的居民有沒有看到這裡是居民區有大量的居民區分布在星罗棋布的分布在島上。那虽然島上有大量的工業區，但是它也有大量的居民區。如果美國要夺島的話，首先你這些居民数千人的這個居民它大概有6000人在這個島上面居住，你要怎麼來控制？你会不會殺傷到平民？你要怎麼處理？動手之後，它主要目標是什麼？它其實它的最終目標就是它要告訴伊朗，你控霍姆茲海峽，那我就控你石油，你也賺不到錢，我也賺不到錢，大家互相傷害。那為什麼現在炸的是碼頭呢？原因也很簡單，炸碼頭要修復那很快，但是如果你炸這個儲油槽，你炸這一些煉油相關設施的話，它恢復很慢。那這樣子的話，全球性的油荒只會更加蔓延。這有個關鍵，因為伊朗是會報復的你現在炸哈爾克島，他就會去炸美國波斯灣沿岸的這些盟友，主要炸阿聯酋。沙特他可能考慮不炸，但炸阿聯酋，光炸阿聯酋就受不了。那這個一破壞，基本上這一些煉油設施、儲油設施、輸油設施修復至少2到3年起跳，有一些長的可能要到5年，而且同時被破壞，你要同時修復，那你哪來那麼多的修復量能呢？那導致的是什麼？油價絕對是炸裂式增長。這就是說，這個今天你在看這波灣局勢的時候，很多人他有一些盲點，他說那美國就佔領吧。那為什麼他說地面戰佔領，而且他現在只炸碼頭，而不是把它徹底摧毀？如果他把它徹底摧毀，那這個油價絕對是爆炸。伊朗幾個大城呢？第一個是這個德黑蘭，就是這裡伊斯法罕在這一塊谷地這裡。那這一次呢，他們怎麼營救的他們在這個伊斯法罕這裡呢，他們找了一個廢棄的機場，距離伊斯法罕大概是36公里左右。大家知道，他們這次派的是那個 C-13洞 ，C-13洞 J 呢是專門做特種部隊營救在用的。那它只要數百米的這個跑道，可能100-200米的跑道，它就能夠做到極端場起降。這一次他們用了一個是波音的這個報訊機，它可以通報這個飛行員的位置，而且飛行員可以直接跟總部進行通話。所以他為什麼當時在這個地方？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跟一開始傳出來在東南海岸是完全不一樣的。F-15E戰鬥機它是一個雙座戰鬥機，所以一開始第一個很早就被救出去了，第二個一直沒找到那後來就是在這個伊斯法罕的山區呢，這裡有這樣大量的連片的山區找到了。但問題在於說，花費極為巨大的代價，損失了2架 C-13的，不管是伊朗說是他們擊落，或者是炸毀，我比較傾向是在地面上遭到伊朗部隊的擊傷，應該伊朗的民兵部隊有趕到現場。後來伊朗公布總共戰死了5個民兵那另外呢，這個有2架直升機被摧毀了。因為伊斯法罕作為整個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作為整個伊朗這個中部也是它的戰略。你看它在這裡它作為一個伊朗的中部的戰略枢紐，它自古以來就是個非常重要的軍鎮它相當於是你從波斯灣上來之後，你翻過了這個是扎格羅斯山翻過了扎格羅斯山之後，它就是第一個重鎮，所以可以說是伊朗門戶那也因為珍藏在伊朗內陸地區長年以來它也有這個核設施在這邊設置所以一般認為伊斯法罕至少有500公斤的濃縮鈾，所以伊朗這次就發布說，懷疑你美國是為了要去奪這個濃縮鈾所以在這裡發動這樣的一個行動所以呢，從這個角度大家可以看到。現階段呢，當然川普開始發起了一系列進攻他主要的話呢，他是要來攻擊在哈爾克島。剛才講了，他要讓伊朗呢出現一個狀況，他的石油設施沒有被完全摧毀，或者基本上保留着，可以隨時恢復增產能力。而我美國壓制着你這邊，那這個作為籌碼，因為你一旦完全摧毀了，事實上也沒籌碼。你哈爾克島本身也不是直接在哈爾克島上面產石油，主要是在周圍的海域產石油。哈爾克島是石油的集點點嘛，你把它摧毀了，那伊朗更不可能投降我唯一最有價值的石油產設施都被摧毀了。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呢一直說要盤點，美國目前呢2艘2棲攻擊艦，從水兵加上登陸作戰人員，再加上呢12000人的部隊啊，來進行哈爾克島的夺島行動。这個奪島行動相當於是什麼？我就控制住你的島，讓你伊朗呢也不能呢繼續販售石油，來壓制你伊朗本身現在最大的問題啊，你沒有辦法繼續持續透過石油來獲得外匯，好，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啊。你就看到那隊到了現場之後呢，首先，據新華社於北京時間今晚8點15援引伊朗官方消息報道指出，在美軍試圖營救一名被困在伊朗的 F-151戰機飛行員期間，4架美軍飛機在伊朗中部空域被擊落，其中包括2架 C-130大力神運輸機和2架黑鷹直升機。另一面，據美國知名戰區網雜誌分析指出，在最新伊朗方面發布的現場畫面可以清晰地看出，地面上的確有2架被摧毀的 MC-130G， 也就是特種作戰版的 C-130，其主要任務是在敌佔區執行低可視度、低空和夜間的特戰任務，包括但不限於滲透、撤收、補給以及給直升機空中加油等。同時，報道指出，在現場殘骸中還疑似發現了2架被燒毀的 AH-6或 MH-6小鳥直升機。不過，由於這是美國媒體，因此基本維持了此前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稱，這些殘骸是美軍撤離時自行炸毀的，而非被伊朗擊落的。不過，總的來說，以上信息基本驗證了過去的一晚美軍在營救行動中大概率損失了約4架軍用飛機。至於要最後證實，還需要更多現場照片。此外，根據地理定位顯示，本次美軍行動地點位於伊朗中部伊斯罕市以南約45公里處，這裡距離伊朗邊境約389公里。同時可以看到，這裡地處一片農業區，並且附近有一處廢棄的機場跑道，大概率美軍就是使用這條跑道進行了撤離任務。這也就是為何此前有媒體傳出美軍 C-130運輸機陷入沙坑的報道。此外，由於該跑道距離伊朗伊斯法罕核設施直線距離僅有36公里左右，因此不少二線媒體猜測，這可能是美軍打着營救飛行員的旗號去奪取伊朗的濃縮油。不過，這個猜測還需要後續進一步核實。而至於美軍飛行員到底有沒有被成功救走，目前伊朗和美國仍然各執一詞。我剛才是看到，就大家可以猜測一下，其實我覺得這個都可以去思考，得跟大家做一個我自己的思考。就當然我們現在正在等待，到底川普要不要下一步是來進攻這伊朗的部分了。可是大家想一個問題啊，不管是他要去奪濃縮鈾失敗啊，當然川普為了這個也發表了談話，他吹噓老半天說自己有多厲害多厲害啊，能夠把飛行員救出來。問題是你救一個飛行員，你損了2架黑鷹，2架 C-130，掉到裡面還載了這個其他的這種小型的直升機，那你這個是划算不划算？這先講第一個點嘛。那第二個點，你得做一些評估，人命是可以算得出來，人命不是無價，人命是可以算出來，它的訓練成本，它能夠操作的，它能夠驗證的，它其實是可以算得出來。但是為什麼一定要救這個飛行員回去？關鍵在於說，如果你不救這個飛行員，那你就會出現一個畫面，就是伊朗抓住這個飛行員，等於是美國的霸權，美國連他的士兵都保護不了，而且美國現在打到現在，相當於是已經跟伊朗，你除了登陸之外，你已經跟伊朗你都打到拳拳見血。那我就問一個問題，你自己的一個世界軍事霸主的高度到底在哪裡？大家還記得當年哦，美國有一個非常非常失敗的軍事行動，後來被拍成一部電影，在這個摩加迪休啊，摩吉之下，大家就在想，今天美國為什麼那麼害怕他有飛行員被伊朗給抓走？簡單來說，美國攻擊伊朗到現在就不是高高至上，他可以損失飛機，但是他必須堅稱他沒有任何人命的損失。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到現在基本上不太敢提這個黑鷹計劃這件事。很簡單，一旦提了，那美國還可以像是川普發的文說，我要把你從物理上給消除。但凡有美國士兵真的落入到伊朗政府的手中，美國這一次的神格就不是破，而是破底線。所以到現在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它邏輯是很清晰的。我們在看這事情，我們是非常非常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個狀態。我們剛才講幾個點吧。第一個，今天你美國跟伊朗打到這種程度，你的飛行員差點被抓走，本身就是失敗。但美國確實守住了底線，寧願戰損重大，也不要丟掉飛行員。其實他的教訓就是來自當年在摩加迪休戰的時候，他最後他的戰鬥人員戰死，屍體被郵接釋走，這個對美國的殺傷力太大，所以美國是不能接受的。那第二個，他這個記憶就很嚴重了。但打到現在，你美國不但是損失了E3、RC-135有10架以上了，更別說像 MQ-9 啊死神，但這不知道戰損幾架。然後呢，再來第三個，照這樣子一個下去的話，伊朗戰爭就已經不是短期，也不是長期的問題，而是他已經徹底的告訴這個世人，就美國也就是這樣。伊朗的體制跟伊朗的整個狀況，理論上來說對抗美軍是非常吃力。那再來呢，美國現在還有什麼牌可以打的？他現在大概率就是占哈爾克島，然後借由哈爾克島的石油來威脅伊朗。你如果跟我講和的話，那我哈爾克島還你，你霍姆茲海峽打開，就即便你扼控了伊朗的哈爾克島，要挾他開放霍姆茲海峽，伊朗會投降嗎？我不認為伊朗會投降。
伊朗如果不趁這一次徹底的讓美國放棄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加上呢讓美國的力量從中東離開，基本上要有在下一次這麼好的機會是非常非常難，因為這已經走到一個歷史節點。所以道理很清楚，伊朗這次不幹，下次美國就會做好準備了。美國拿委內瑞拉控制委內瑞拉的石油，其實也是要做一個長期的備選，未來它可以透過人為性的制造石油問題，然後它可以來賣。所以現在川普他急於離開委內瑞拉，一方面確實美國再這樣打下去成本不划算，二方面把伊朗留着一口氣，未來再借由打伊朗來中斷霍爾木茲海峽，它可以借由它的增產來控制國際油價，來控制國際供應，這就是現在是整個態勢。但這個態勢對伊朗來講，它必須趕快有所動作。如果它不趕快有所動作的話，它錯失了這個機會。一方面，你現在受損的這些石油設備，如果我沒有辦法讓美國真正放鬆你制裁的話，你要維修，你也得從國際原材料市場上搜尋或尋找一些，雖然它的國內市場是可以生產一部分的，但是依然需要一些國際技術的支持。所以我們在看這事情是看得比較遠，但是$100這個均價會不會維持到一段時間？以上目前的狀況的整個波灣原油，再加上一戰目前看起來還是會繼續撐下去。那川普的最後通牒到底是什麼？占哈爾克島還是丟核彈？大概就慢慢就限縮到這兩個了嘛。丟核彈這事情那是超級變數，我也不敢預測，也無法預測起，但這個幾率是很低，沒錯了。那占哈爾克島看起來是一個大籌碼，相當於是威脅伊朗說，你看你產不了石油，我沒給你破壞啊，你的命根子在我手上，你要不要投降？你要不要講和？那可是這裡面有一個更大的變數，伊朗確實這裡石油很多，霍爾木茲海峽全世界30%的石油從這裡出去，可是當$100以上的時候，有一個關鍵性的變化就來了。榆林呢有全世界上最優質的煤層之一哦，在這裡大量生產所謂的无烟煤，所以榆林這邊發電很多還是靠火電。特色是什麼？它的雜質非常的高級的煤炭哦，它不僅是煤炭，不管是直接轉或間接轉，一種是高溫高壓直接讓這個液態，另外一種是先轉固體轉成气體，气體再凝結成液態。但如果你長期你油價都死撐在$100到$110這個區間，甚至更高的話，那這個煤轉油它相當於它就有利潤的空間，有利潤的空間至少它就能長期的運營下去。那這就出現一個有趣的一個现象，以煤制油，以煤轉油，就是對大陸來講，它並不會被你美國卡着，因為美國做這麼多事情，是其實還是回到我們之前講的那個問題，美國做這麼多事情想幹嘛？他在執行他的 G2 戰略 ，G2 戰略就是他想要在全世界上收縮，但是扼控重要節點，以此來透過一個外交上面的手段，能夠高強度的來跟中國進行博弈，這是他的一個邏輯核心啊。但是他必須要收縮自己的利益，收縮防禦，所以收縮到拉美地區。但是呢，這些關鍵節點他必須要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比如說拿下委內瑞拉的石油，打下伊朗，至少可以对伊朗產生一定程度的威懾。所以他這收縮，但又是沒有辦法完全收縮，原因是因為在伊朗這裡踢到了一個硬骨頭，暫時拿伊朗還真的沒轍啊。現在對伊朗來講，這沒轍啊，這打不下來啊，要打打不贏，要啃不下。動不動還被打飛機下來，好不容易打掉飛機2個駕駛員、2個飛行員，這個掉在伊朗境內，好不容易救回來，損失慘重，損了2架 C-130、2架黑鷹直升機，裡面可能還有2隻小鳥直升機在裡面。到底實際上都有多少？我們等待後面的消息。他的戰略上面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失誤，他本來還可以靠着他在中東的基地，表面上不收縮，實際上收縮的模式，暫時摁住波斯灣地區蠢蠢欲動的伊朗力量。可是現在你直接給伊朗掀了鍋子，結果都說革命衛隊貪污，結果革命衛隊真把錢真的拿去造炸彈，拿去造飛彈，拿去造大寶貝。這也代表一件事情，經過了全球化、工業化的发展，海權的重要性相對已經下降。但是在隨着全球化跟工業化更加深入的時候，一些更刺激的工業品，或者是原本沒那麼刺激的工業品，它其實變成一種次級工業品了。所以很多地方它就可以用小作坊去生產，它可以用一定程度的規模去生產，剛需就沒有這麼的嚴重仰賴需要透過運輸，只是運輸來的東西比較便宜，但是我本地也能生產一點，改變了原本全球化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你必須掌控海上的通道，你才能夠在世界上獲取最大利益。可是現在變成說，你雖然卡斷海上的通道，但是人家依然有基本生存的能力，而且它也可以生產基本的工藝的時候，它就讓全球化海權這個事情沒有那麼的重要。而且今天這一次事件更證明了一件事，什麼？對抗海權最好的方法就是發展陸權。而當你透過海權拉高全球對於安全意識的上升的時候，原本成本相對高昂的陸權又更凸顯出它的安全價值。所以進一步來說，綜合成本來講，把安全價值給算進去的時候，其實陸權的
的成本不見得又會比海權高出這麼多的時候，它的成本就更有效益了。所以美國這次打伊朗，其實翻轉了很多我們傳統的思考。其實它這個在伊朗戰爭中，如果它沒有辦法取得一個真正勝利的節點，那就更加坐實了大家懷疑它世界第一這件事情。那這個世界原本它的有序退行的 G2，它想重新締造這規則的能力就會嚴重受到貶損。那這樣的这個狀況之下，這個世界就不是美國單純說了算之外，很多美國霸權所締結下，包含所謂的金融霸權、話語權霸權，就是我們說的美金、美軍、美語嘛。你美軍動搖了，美國的經濟金融霸權、美國的話語霸權、美語都會一起遭到動搖。